况你没看到吗？有监控啊？那个下面有个金矿啊。哦，金矿是吧？车马难至的深山古村净地，独守着漫长的光阴。在湖南群山环抱的一个山谷深处，藏着一处秘境古村，四周青山满目苍翠，车子只能开到山口，剩下几公里路程需要踏着原始泥巴路徒步往里走。没想到这个偏僻的山坳里面竟然没有一栋泥土房，而且在30年前就已经修了水泥砖房，还装饰得如此的漂亮。可惜大部分房屋早已人去楼空。奇怪的是，有些房屋门前的菜地依旧蔬菜青青，越往山谷深处走才能遇见住户。如今留守在这里的只有几位老人，年轻人不愿困于深山，只剩老人守着山野安度晚年。想当年村落热闹非凡，同时也是一个淘金圣地，但是如今这般光景实在令人惋惜。不少旧时羊肠小道早已被杂草吞没，期待这片山野古村能够在不久的将来重焕生机。走遍湖湘大地，领略风土人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醴陵的一个山谷里，来巡游探谷来了。整个山谷啊，就只有这一条泥巴路进出。在我们的不远处，还能看到一栋水泥砖房。现在整个村落还住了多少人，我们不是很清楚。但是在这样的山谷里啊，竟然还能修建水泥砖房。以前这个里面应该是一个比较热闹的村落呀。你看这里山清水秀啊，小车子走进来还是比较困难，所以我们车子停在刚刚这个山谷的入口处，我们就打算徒步到这里面去看看。没想到在这样幽静的山谷里面啊，到处修建的是这种水泥砖房，外面还贴了瓷砖，看样子是已经废弃了，没有人居住了。门前一片荒芜啊！前面又有房子了。是的，你别看这是一个山谷里面啊，它到处都是水泥砖房，人工搭的一个木板桥，到里面去看看。你看整个周边啊，四面环山。这是一个山洞吗？清澈的山泉水。这里面，这是一个坍塌的一个山洞吗？看一下，哇，外面室外温度接近40度，但是走到这个里面来，瞬间感觉到很凉爽啊，是不是？啊。哦，这个地方被封起来了，你看。用水泥封起来了，里面感觉到有流水的声音呢。好了，我们到前面去看看吧。你看，我刚刚猜的没错，这户人家上去的路啊，全部被杂草给封住了。很显然，这栋房子废弃了，至少都有1、2年了。这里连续2、3栋水泥砖房，全部是贴的瓷砖。你想，这些房子应该修建的也有10-20年了吧？在10-20年前能修建这样的房子，在这个山谷里面，应该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人家呀。这房子看样子好像都废弃了。看样子也好像是没什么人住。但是这里呢，门前栽种了很多瓜果蔬菜呀。你好。
应该还是有人居住哦。只是这2栋房子看样子没人住，但是这栋房子门是开着的，应该是有人居住。前面有村民。哎呀，是的，这里有人在这里放养了牛，做养殖。那里上面一位奶奶在上面。哎，奶奶你好。耳朵听不太清。奶奶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们到这个里面来玩呐。这些牛是你养的吗？是的。哦，你在这里做养殖啊？不会咬人吧？不咬。不咬人啊？不咬。哎呀，你们家养了好多狗吗？这2只。只有这2只狗啊？在这里全部是养的黄牛啊？是的。哎呀，你看牛，养了多少头牛了？现在只有养4头。哦，就这4头牛，还在这里面养了一些蜜蜂。是啊。你在这里做什么呀？那个拔草的。哦。修了一下。这个草也是你在外面摘的？你这个草是专门喂羊的还是喂牛的了？喂牛的。喂牛的。在家里做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到这里面玩一下，然后去里面也玩一下去。这栋房子是你的吧？是的。刚刚那位老人家是你妈妈吗？是的。哦，刚刚老人家看样子都有80来岁吧？有了。哦，你就是陪你妈妈在这里生活了？就是啊，我们女儿她在上海。哦，孩子都到大城市里面去发展了。在上海。哦哟，那很不错呀。蜂蜜一般是卖多少钱1斤呢？我们是买，那会买多一点就便宜一点，买少一点就是40多一点嘛。啊，40块钱一斤的样子。40斤，40去年我就不懂了，40斤我就便宜一点。哦。现在这个东西不行了。现在不行啊，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哦，像城市里面的人，他们很少知道山里面的蜂蜜啊。就是有些人掺假啊，就是真的也没人要。哦，在超市里面的蜂蜜未必是真的哦。就是啊，有些人加的那个白砂糖的，为了那个糖，我们都没问。哦，那行啊，那我拍拍视频，到时候有人要蜂蜜的话找你买了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没事，好，我先到里面去看看。好的。以前你这周边所有的房屋都是这样的房屋吗？我都是这样的，那个土墙。哦，首先土墙，那你们这些房屋修建了有多少年呐？我们啊。我们92年搞的嘛。92年修的房屋。哎，那旁边那2栋房屋是没有人住吗？人住。他们都到外面去了。都到外面去了，就是我们在家里。哦，就只有你们在家里。整个周边的地呀，你们随便怎么种，随便怎么弄。是的，这里面养牛、养山羊应该还是很方便哦，到处都是草啊，田也没有人种了。监控里面看到没有？监控啊？那个下面有个金矿啊。哦，金矿是吧？右手边那里有一个洞啊，那个洞封住了，以前是不是挖矿的地方啊？哦，你们，哦，以前你们挖的啊？哦，我看那是用水泥封起来了。现在不能开采了。哦，现在不允许挖了。以前这个村里面啊，生活了很多人吧？有。以前挖金的时候，30-40户人。现在这个山里面还有多少户人家了？现在啊，这家里只有几户了。哦，只有几户人家在这山里面了。哦，那以前挖金的时候，那你们这个地方应该很热闹啊。挖金的时候啊，很热闹。现在那不肯挖了。是吧？这条路有这么宽呢？其实越野车啊，还是可以开进来。好了，我们到里面去吧。好的，好的。哈哈。以后有人要蜂蜜再找你啊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啊。这个棚子是养牛的吧？哪个？这个。这里啊，这里应该是刚刚这位大哥养的牛的地方吧？养了4头牛。他说这个
他说这条路开小车子都能开上来，只是比较费轮胎。你看，坑坑洼洼。啊，这山谷里面啊，山泉水真的很充裕啊，非常响亮的流水声。它的旁边哦，还做了这种围栏。它这个就是，可能是防止牛下去吗？对，可能是防止它的牛啊到处跑吧。这个景致不错嘞。啊？我说这个景致不错。哦。这个环境挺不错的。是的呀。这里面空气还是比较清新呐。你看，其实这些山呐，全部是石头山。这条路呢，也是后期挖开的，应该。嘿，你们好啊！我们到这里面来玩了，寻幽探古来了。你们都是住在里面的吗？啊，里面的。哎呀，我们到山里面来玩一玩，看一看。这条路以前有这么宽吗？以前没有。以前只有那么宽的样子。那么宽。那你们这里面，我看到好多房子都是水泥砖房啊，那以前建筑材料啊，那是怎么扛上来的哟？担机是担上来的啊。肩挑。啊，对。哎呀，那真的是几十年前就修了这么好的房屋啊！以前这里面的人还是蛮富裕的。原來係舊地土之後喎，舊地後啲之後，而家10年就不行了。哦。聽說以前這裡是挖礦的聖地啊，那個時候很熱鬧啊。它這裡還有條小道。哦，對啊，剛剛這位爺爺說以前這裡面只有這麼寬的路，那有可能就是以前走那個水西邊的小道進入山谷，這條路是後期挖開的。你想想這種，看一下這種路，這開車怎麼開啊？哎呀，今天又是非常炎熱的一天。這條路走路都費勁啊。是的，走路都費勁，何況是開車子。越野車是完全沒問題。你看這山谷裡面，電線桿都是通過下面往山谷裡面牽上去的，到處是雜草一片。這以前應該都是田地。哦，這裡的山不是很高，一路開車進來，也翻過了幾個山頭。真的是翻山越嶺，來到這個山谷裡面來尋幽探古了。它這個地方有點特殊哦，到處是圍了這種鐵絲護欄，上面還綁了一些水瓶，到底是起什麼作用啊？哦，我猜一下啊。有兩種作用。那位伯伯他養的牛啊，可能會在這山裡面亂跑。所以他會圍這種欄杆來防止牛亂跑。還有一種就是，他們說這條路啊，它是可以開車的嘛，是不是？那這條路它既然可以開車，但是呢比較難走，而且都是泥巴路。晚上要是開車走夜路，或者是騎摩托走夜路的話，它會開燈嘛，綁上這種易拉罐，它會反光，可以提醒一下這個地方沒路了。哦。就起到那種反光保護的作用。哦，提示的作用是吧？啊，那也有可能。這些電線桿都還比較陳舊啊，沒有更換過。通常我們到一些山谷裡面、大山裡面啊，他們的電線桿都是近1、2年更新過的。但是這個電線桿應該是用了10、20年了，沒有更換，到處都有。以前當地村民栽種的芭蕉樹，這還有青石板的啊，是吧？以前肯定住在這裡面的村民進進出出啊，有青石板通到那裡面去。你看這山谷裡面
其实它的阳光照射还是比较充足。这些电线杆好像有的都已经废弃了。啊，这边看样子是有人种的菜在这边啊。前面不远处应该是有房屋的。我们已经快要到达这个山谷的尽头了。哇，整个这一片菜地打理的还是非常好哦。哇，这里面种了好多菜吧？辣椒，那是冬瓜吗？还是丝瓜吗？冬瓜。冬瓜。哇，全部是当地的这种辣椒，那么多冬瓜。又看到房子了。也是水泥砖房。是的。哎呀，门关起来了，看来主人不在家嘛，这户人家。这里看到2栋房子。哎，这家人门前都是栽种了这么多的菜。这里安装了一个这么大的卫星天线，接收电视信号。我们手机在这里有信号吗？全部是瓷砖上墙。有信号？有信号吗？有信号。有信号啊！啊呢？哎呀，这里看样子是有人住啊。门口停了辆电动车。你好。哎呀，这里是3栋房屋啊。哎呀，你好，阿姨。这山谷里面就只有你们几户人家住这里了？不晓得，我不懂。啊，听不懂啊？哎呀，好热呀！你搞什么？我说，我们到这里来玩啦。啊？到这里面来玩。到你们那里玩啊？是，到这山谷里面来玩。我们看这里有4栋房屋，现在这里就只有你们1、2户人家住这里吗？啊？听不懂啊？阿姨，你贵姓啊？姓廖。姓廖啊，廖是吧？哦，你一个人住这里吗？啊？就你一个人住这里吗？我啦。啊，还有老伴一起住这里。哦，那里应该是有人住吧？这2栋房屋应该是没有人住。哇，我在想，以前你们这个房屋修建这个水泥砖房，还贴瓷砖呢，这里面住的舒服吧？这里面空气好。你是在这里养老了？你儿女们呢？我啦。啊，你的儿女们，儿子女儿，2个呀，1儿1女。哎呀，命好啊！他们经常会回来吗？也不会回来啊，可能工作比较忙了。在惠州。哦，在惠州啊。哦，在广东那边。那是比较难得回来了，在那边上班可能比较忙。这些周边的菜都是你种的吗？周边种的菜呀，我刚看到过来种了好多菜呀，辣椒啊，冬瓜呀，都是你种的。哎呀，好勤劳啊，阿姨。你年纪有多大呀？阿姨头发还蛮好嘞，都没怎么白，是染黑的不？70了。哦，你70岁啦？哎呀，看不出来呀，你头发都还蛮好的呀。不好啊。不好啊，你是有什么养生的秘诀吧？头发。不好啊。70岁啊？哎呀，你这里面用的水都是山泉水了。多一些了。好。叔叔呢？啊？你老伴呢？老伴出去了。老伴到上面去了。他去干嘛去了？做事去了。你的身后就是蜂箱。哎呀，这里啊，是吧？这里这么多蜜蜂。说明你的怕叮人。它怕人是吧？它叮人。哦，会叮哦，会咬人。我看你这里没养狗啊？养了狗吗？没有啊。哦，对面有人养了狗。有人来了。哦，对面有人来了。哎呀，
那里是一位老人家住在里面吗？一个。就他一个人呐？哎呀，都是儿女到外面去发展了。哇，天上的白云呐，都蛮有特色，看到没有？像龙纹一样的。这里面风景还可以哦，这里面空气好哎，好，是吧？好。你平时会出去吗？不出去，基本上吃的用的家里都有。你这里种了这么多菜呀，有没有会把它摘到拿到外面去卖不？不卖。不卖啊？我看你豆角啊都是自己晒干的。那晒的是苦瓜吗？这里是晒的苦瓜干，这里是豆角。酸豆角。那你们家酿的蜂蜜啊，一般会拿出去卖吗？不卖。不卖啊，要留着自己孩子吃。那来，我们走了啊，我们回去啦。没想到这个山谷里竟然修建了这么多水泥砖房。虽然这里只有几位老人家住在这里了，但是这个村落还是有一些生机的。好啦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那以前你们这个村落里面是有住了几十户人家吧？呀，人的呀，住过的呀，说你呀，太屋头，上面还有人住啊？还有的太屋头。现在就你一个人在这个里面住，你的那个儿女们都在外面，都在外面发展。对。就逢年过节他们回来看看你。对。哎呀，这平时没事情的话就出去转一转，走一走。对。这里面养老还是可以，空气好。你在这里养了山羊啊，养了鸡呀啥的没有啊？有。养了2只山呀。哦，那纯粹是当娱乐了。这条路要是修水泥路的话，估计进出会比较方便一些。对。你贵姓啊？我姓刘。姓刘啊？哦，你年纪有多大呀？70几了，74了。74岁啊？就是这条路不怎么好走。我估计你们这里要是把这条路打水泥路，如果铺起来了，以前离开这里的村民啊，应该有可能有些人会回来不？有些可能会有想回来。是吧？主要是路通了，他们可能都会回来建房子啊，到这边来养老啊。对。确实要好一些啊，这里面各方面都好，水源主要是水源还比较充足，家家户户喝的都是山泉水。对。确实是，这起风了还是好凉快的。这山谷里面早晚温差应该有蛮大不？晚上吹空调吗？要吗？不用。不用，吹风扇就够了。哎呀，那就凉快呀。好啊，差不多快到中午了，我们也要回去了。啥都没有了。没事。好了，那我们走了，下次有机会来拜访你啊。好，拜拜。我们刚刚在聊天的过程中，我们得知这个地方将会铺上水泥路，但是我个人而言，对于大山的山谷里呀，还是山顶啊，只要是在大山里的古村落，凡是道路铺了水泥路啊，都是有利和有弊的。它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好处就是方便住在这山里面的村民啊，日常出行比较方便，交通就便利了。但是我个人认为有一点坏处，就是大山里的古村落，它既然是在山里，那就是向往大自然、向往原始的生活。保留这种原汁原味的这种土路，走起来还感觉更那种偏向于大自然，更加的原始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你但凡要是铺了水泥路，那个村落就第一感觉是偏向于现代化，就感觉像是被开发过一样的。但是如果是那种原始的那种土路，就算是碎石路，也是不一样的感觉的。所以，不过能铺水泥路还是最好，因为住在这里的村民还是生活还是比较便利。